一川，你的这块仙骨，不愧是能让青云门长老都动心的绝世宝骨，我用着很舒服。堂哥，你这么做，我爹娘不会同意的。你们这一家子怎么都蠢得跟猪一样？你爹娘一个镇北王，一个先天修士，结果呢？一个战死沙场，一个好不容易逃回来，却对我这个好侄儿没有半点防备。一腾，你这个畜生！爹妈待你恩重如山，你却害了他们！恒儿，跟这种废人说这么多干嘛？等你适应了这块仙骨，青云门的真传名额就是你的了。我也将顺理成章承袭镇北王之位。至于你现在不过一个废人，还敢对我儿聒噪？来人，前代镇北王勾结蛮夷，致使前线溃败，现将其子义川贬为庶民，即刻流放充军。娘。叹息中居，食中火，梦中事。一腾，一江尘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哼，吵什么吵？还当自己是镇北王府世子？妈的，还敢瞪老子！算了，还没到地方，你这样被人看到，省不了麻烦。他们根本不想让我活着抵达边疆，一到合适的地方，这两个恶龙就会杀了我。掌天珠觉醒进度10%，当前时间流速1比100。外界1日，珠中100天，这岂不是说我有爬人100倍的修炼时间？而且这掌天珠只觉醒了1/10，就有100倍流速差。若是完全觉醒，爹娘，我终于有机会帮你们报仇了。但现在我得先解决这两个恶龙，不然必遭毒手。一个时辰，他们最多1个时辰就会发难。1个时辰在掌天珠就是200个小时，将近8天，足够恢复伤势。掌天珠里获取了8天，但没有草药，只不过让伤口结痂。今天你胖爷发个善心，一善子去那边方便一下吧。看什么看？还不快去！大胆罪民，压线途中竟然想逃跑！按大下律，可当场格杀！镇北王世子到了底下见了你那个短命父母，可别告我们哥俩状。龙魂简单，又岂是野狗可欺？一江尘父子一定会继续派人追杀。普天之下，只有一个地方敢收留我。如今整个大夏，只有青云仙门能洗刷我的冤屈。有掌天珠在手，
父母大仇，万古之恨，他日定要1000倍奉还。你一个乞丐，也敢说自己是镇北王世子？谁人不知，大夏镇北王世子身怀仙骨，半月前就已拜依大竹峰，成为真传弟子。师兄明鉴，我确实不是镇北王世子，只是重名。易真传早有吩咐，说可能会有无耻鼠辈假冒他们。王师兄，按照山门规矩，只要诚心上山的凡人，都会给一个机会。我看他年纪尚轻，已经知错了。7天之内修成清玄功，跨入炼气第1层，便可以留在山门充当杂役，否则给我滚下山去！我是青云门外门弟子宋灵，你跟我来吧。多谢宋师姐。你不必谢我，7天之内无法修成清玄功，还是无法留在山门的。你说你假扮谁不好，偏要扮那镇北王世子。7天前那位世子入山，旷世仙骨引得掌教出关，七峰峰主更是为他大打出手，岂是我们这种凡人可以假扮的？这是疗伤丹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一头好算计，大竹峰承诺的真传是身怀仙骨的镇北世子，而不是我这个沦为废人的罪名一川。为今立即想报血海深仇，只有先从杂役做起。仙骨被挖，和之前相比，我修炼的速度天差地别。还好，我还有掌天珠，一天就是100天，废体又如何？伊藤，你夺我仙骨，篡我真传，总有一日要你100倍奉还！炼气2层，7天时间，你竟然到了炼气2层，看来你的天赋还算不错。一川，修为合格，允晋升杂役，这是你的身份名牌，每月可去外事堂领3块零食。天哪，大竹峰竟然为那位世子提前开了镜花水月，他才15岁，难道就要突破炼气9层，晋升采药境了吗？请问师姐，这镜花水月是？那是我们青云门3大秘境之一，1年只开1次，专门供炼气9层的弟子在里面突破。本来都是在7月万门大比后才开的，没想到竟为了那位世子一人，提前半年开放。这位镇北世子当真是人中龙凤，天人之姿。听说他入山便受到圣子青睐，若能在秘境中采得大药，说不定会被圣子直接招揽。圣子？没错，在我青云门，18岁前炼气5层可入外门，25岁前采药成功可晋升内门。内门之上是各峰真传，而冠绝7峰真传的便是青云圣子。我青云圣子在凡间见帝王不败，可烈体剑朝；在青云门立为尊统掌教，可与7大峰主同殿议事，执掌所有年轻一代弟子的生杀大权。见帝不败，烈体剑朝。若为青云圣子，就算你一江城老狗已篡位镇北王，我也能一言定你生死。那种大人物，不是你我能够幻想的。你还是好好修炼，早日脱离杂役之身，晋升外门吧。谢师姐教诲。师姐，不知杂役是否还有名额？我是王师兄推荐来的，已经炼气4层。这个最后一个杂役名额刚刚已经定下了。定下了？我知道了，他会自愿放弃这个名额的。就你教一传，区炼气2层，现在去跟宋灵师姐说，你自愿放弃杂役名额。这人谁啊？好强的气势，至少炼气4层了吧？18岁前炼气5层就能晋升外门，这肯定是个大家族公子。这个叫易川的要倒大霉了，穿着跟乞丐一样，没步板没资质，被欺负也活该。说我不呢？那我就打断你的手脚，
废了你的修为，到时候宋师姐自然会取消你的名额。打断手脚，废去修为，你这么做不怕青云门的门规惩戒？惩戒你一个杂役，根本算不得青云弟子，你的死活谁会在乎？那我知道了。小畜生，一个炼气2层，竟敢偷袭我！我的手！你敢伤我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连杂役都不是，你是谁？谁会在乎？从今天起，我打扫山门、洒扫除途的工作你们分了。你们每月领到的灵石送1块到我房中，除此之外，不要打扰我。谁有异议，现在可以站出来。掌天柱，掌天珠觉醒进度11%，当前时间流速1比100。掌天珠每觉醒10%，可解锁更多功能。增加了，吞噬宝物兵器就能增加进度吗？只是10%就有100倍流速，若是全部觉醒，可惜我现在一穷二白，已不是镇北世子，我时间已经不多。伊藤在镜花水月里待1个月，出来必然也是采药境。在此之前，我必须晋升外门，甚至更高。什么？你已经突破炼气5层了？怎么可能？这才短短半个月，一般杂役至少要2到3年时间才有可能突破。侥幸而已。我听师姐说过，18岁前炼气5层就可以晋升外门，我还有4个月才满15。你这天赋都让我有些嫉妒了。外门弟子选拔在每月1号，也就是后天，到时候会有外门师兄统一考考修为，通过了才能晋升。多谢师姐告知，那我后天再来。川哥，新来那几个人的灵石都已经送到您屋里了。掌天书，你就是易川。14岁炼气5层，马马虎虎。我是外门王德斌师兄，半月前曾赐你清玄功。你晋升外门后，每月给我缴纳3枚灵石，加入无双会。无双会有什么福利？哼，福利能让你加入就是天大的福利。入了会，你后天的外门晋升就可以万无一失，宗门秘境、任务皆有优先选择的权利。我无双会乃青云门第1大弟子协会，由圣子叶凡与几位真传师兄所创，网罗内外门精英无数，凡青云弟子无不以入会为荣。那位镇北世子呢？镇北世子，哼，他早在入镜花水月之前便已接受圣子邀请，一旦晋升采药境，便会立刻加入我无双会。王师兄，这是我的房间，请回吧。这么说，你是不识抬举了？我会考虑，但不是现在，我要修炼了。好，一个杂役也敢如此猖狂，你一定会为你今天的言行后悔。易师弟，我听说你拒绝了无双会的王德斌，你半月突破炼气5层，被他们盯上很正常，怎么就和无双会结仇？无双会可是出了名的霸道。不适合，便拒绝了。你呀，真是个只会修炼的痴人。这王德斌心胸狭隘，在外门是出了名的。今天负责考将的就是他，一定会针对你。能在我手下接10招不落台，就算通过。我青云门不要庸才，
更不要靠丹药堆砌的废物，连我10招都接不住。无妨，晋升外门也只会浪费资源。下一位，王师兄，昨夜3枚灵石的贵费已经送到您府上了。出招吧。这个王德斌竟敢如此明目张胆放水！考核合格，准许晋升。下一名，杂役一川。一川，现在跪下求我，我还可以给你一次反悔的机会。出招吧！不识抬举！王师兄，3招了，找死！内气外放，这是炼气7层才有的手段。王德斌，你作弊！我看义师弟天赋异禀，想来区之内气外放，应该可以轻松应对吧？无耻！什么？炼气5层，秘法炼气7层，竟然打赢了！孤竹峰杂役一川，修为合格，允晋升外门。柯师姐，炼气7层被炼气5层的杂役打落台下，无双会不需要废物。明天你自己向会里提交退会书吧。我是内门的柯妍儿，你可唤我柯师姐。一川，你可愿入我无双会？我可以承诺，你炼气9层时，会里无偿为你提供1枚玄药，助你突破采药。一川，你半月前打断了大延平西侯世子的双臂，但只要你加入无双会，这些麻烦我们都会为你摆平。宋师姐，不知你加入了哪个弟子协会？我是青松会的成员，但是……好，那我便加入青松会。池展，你在看什么？慧师姐，这个杂役我好像认识，他很像一个本不该活着的人。张天柱，像这样的法剑再来几臂，张天柱就能觉醒下一层了。杂役供奉的灵石已经要尽，想要继续保持修行速度，必须想办法赚取更多灵石。请去。易师弟，看不出来你穿上这身衣服，还真有些翩翩公子的派头。这位是内门的陈灿师兄，也是我们青松会的。一川师弟，你放心，无双会是霸道，但我们青松会也不是软柿子，我们背后也有真传师兄站台，保你一个外门弟子绝无问题。平西侯世子的事儿我也听说了，但你放心，只要身在青云半，任他什么世俗亡活，也伤不了你分毫。我青松会本就是孤竹峰弟子抱团取暖，没什么严苛会规。这是10块灵石，算是青松会给你的入会福利。以后有什么难处，尽管来找我。多谢陈师兄。哈哈哈。宋师姐，还有事吗？易师弟，你今天在擂台上为什么说我入什么会，你便入什么会？我只是相信师姐的为人，又恰好不想入那无双会而已。仅此而已。仅此而已。哼。孤竹峰新晋外门弟子可以去藏经阁免费领取1卷功法，你别忘记了。怪哉，你的根骨资质如此平凡，经脉多处更有陈旧重伤的痕迹，怎会14岁便修至炼气5层？小子，修行一世，最忌拔苗助长。丹药虽能速成，但后患无穷，莫要自毁前程。谢长老教诲。去吧。
新进外门弟子可在一层任选一门功法，实现3个时辰。身法武技，我有镇北王府的底子，暂且不急。当务之急是选一门能承接清玄功的强大真功。你根骨受过重创，若想修复根基、重铸道基，适合你的只有这几门：玉蝉石气法、伏牛撼地诀、贝叶心经、真灵九转功。想不到你会选这门真灵九转，此法理论上无需天赋，每一转凝练一枚气种，若能修至9转圆满，道基之雄浑可达铜镜9倍。但此法耗时太久。修至9转至少需要100年光旺，我青云门建宗以来，也仅有1人耗费20年修至第4转。虽在炼气境无敌，却因年岁过大，差点无望内门。你确定要选此法？弟子确定。别人需要100年，但我有掌天珠，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若不修此法，我如何与身怀仙骨的伊藤争锋？如何报我血海深仇？这是世尊天要出世的异象，青龙符行。是真美世子，他在镜花水月秘境里采到天药了。青龙符行，出自无皮道基，再加上镇北世子真的仙骨，又一个少年至尊要出世。叶川，果然是你，你竟然还没死！痴缠。我听父亲来信说镇北王府巨变，前代镇北王勾结蛮族，致使一脉全部获罪流放。想不到姐夫你竟然还活着。你我两家早已退婚。也是，像你这个废人，死狗一样的存在，怎么配得上我堂姐？你什么意思？怎么，一川，你还以为你是镇北世子？我堂姐已是半步先天，落霞峰真传，而你不过是一条藏头露尾的狗。我只要把你的身份告诉那位新的镇北世子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现在像狗一样爬上来，我或许可以帮你隐瞒。你在找死？不爬，那就其他东西提。你这个月的10块零食，我已经去外食堂帮你领了。以后每月再给我送来5块，不然后果如何，你知道的。想活就好好夹着尾巴对我卑躬屈膝，我的世子殿下。伊藤，痴缠，我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。真灵9转，每一转凝出一枚气种，体内真气雄浑3分，不需要任何天资，只需海量时间。赤斩炼气8层，并且有家传武会基础，现在的我还不是对手。但有掌天珠，1个月后你拿我的，我一定让你翻倍吐出来。师弟，你可真是个疯子，1个月来门都没见你出过。师姐，有什么事吗？你炼气6层了，侥幸。若不是苦修真灵9转功，此刻早就突破炼气7层了。但修到第4转，此刻我真实实力比起炼气7层只高不低。唉，我若有你1半拼命，此刻早已经突破采药晋升内门了。既已炼气6层，明天的任务你刚好可以参与。什么任务？你以为外门可以每月领2灵石吗？凡外门弟子每年至少得完成6件外食堂任务。明天我和马元马师兄、徐琴师妹组队，前往落雷峰采集雷云竹，一是完成外食堂任务，二来为我突破采药做准备。突破采药？师姐你只准你这个怪胎进步吗？
我困在炼气8层1年多，也该炼气9层了。一川在此恭喜师姐了。准备好，明早辰时出发。宋灵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小师弟，才炼气6层。我和徐师妹都是炼气8层，炼气6层连内气外放都不会，岂不是累赘？马师兄，一师弟虽然只有6层，但是1月前2招将王德斌打落擂台，实力不弱的。反正不要拖我和马师哥后腿便好。落雷谷盘踞雷蛇群，十分危险，能不能踩到10年雷云竹，还得看运气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遇到雷蛇，我可没有余力保护别人，各凭本事。那是自然。那个炼气6层的废物呢？怎么一进来人就不见了？估计死哪儿了？落雷谷危险重重，不稀奇。别管他了，快看前面，2条雷纹，只剩20年的雷云竹，王级宝药。不行，我面前的雷蛇越来越多了，惊扰到身形了，忍不住了，这太多了！快退！再不退，我们都要死在这里！师姐，借剑。一川，你居然还活着！发什么呆？雷蛇越来越多了，快去拔那个20年雷云竹！到手了，快跑！我是朝阳峰外门弟子马元，刚才是我眼拙，冒犯之处，师弟不要见外。我是落霞峰外门弟子徐琴，一师弟一身轻功，好像大夏镇北王府路数，着实不凡。宋师姐，你有没有感觉整个身体在动？哪里在动？我没感觉啊。一川，你背后的石头！石头！雷蛇王，快逃！9道雷纹，90年的雷云竹，3部玄级宝药，至少价值1000灵石。跑！这不是我们能对付的。我身上有雷蛇血，我去引开蛇王，你们趁机挖那根90年雷云竹。一川，这根90年雷云竹成色不错，师兄我就笑纳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实战！别用这种表情看我，你现在只是一条狗，一条生死被我握在手里的狗而已。这个月的零食还没送到我房间，这些雷云竹我就当是利息了。明天把零食送到我府上，不然你懂的。一师弟，抱歉，我们本就带伤，加上无双会突然偷袭，没能唬住储物袋。无双会越来越霸道了，就因为他们背后站着圣子，就可以这样无法无天吗？一川，刚才池展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了？没事，那条雷蛇王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为奸之计，我们还是先出落雷谷。好。我好像吃坏肚子了，人有3急，我去寻个地方方便几分钟，麻烦徐师姐帮我照顾一下宋明师姐。好，吃坏肚子，修士还能吃坏肚子？放心，几分钟就好。
施展师兄，青松会这帮人运气真不错，3根10年，1根20年，还有1根90年的，不入级的也有14根，咱们赚翻了。但是师兄，我们这样截胡，万一他们回宗门举报怎么办？怕什么？我们无双会背后可是圣子，而且那几个人里的易川就是一条生死被我拿捏的狗，绝对不敢举报的。还是池师兄好本事。我看也没什么收获了，抢了青松会，我们已经大赚一笔，准备回宗。怎么，易川？你是打算现在就给我送零食吗？还是说你来找死？还以为你是天生仙骨的镇北世子，区区炼气6层，我们3个炼气8层，1个炼气7层，动动手指也能碾死你。我父亲镇北王与钟武公在战场指腹为婚，你堂姐池梦月心比天高，在我父战死，我和母亲孤立无援之时上门退婚，让我镇北王府颜面扫地。我母亲失去外援被毒杀，我也被挖走仙骨。我不怪池梦月，她如今是落霞峰真传，但总有一日，我会让她知道是她配不上我。而你池斩何其卑劣！不过钟武公与妓女所生庶子，14年前若不是我母替你求情，你怎么入得了钟武公府？现在却落井下石，要将我逼往绝路。易川，你找死！我不会死，所以只能让你死。我们都会内气外放，6层逆伐8层，还是以1敌4，你以为你是圣子吗？自重了！我的手！今天你们4人，一个也跑不掉。上，杀了他！我姐是落霞峰真传，谁拿下他的人头，奖励1柄灵兵，而且我们境界比他高，拼耐力他拼不过我们。杀！快追！他重伤了，没有几个小时恢复不过来的。赵天柱，师长，你算错了一点，有长天珠在，我的恢复速度和耐力是旁人的100倍。怎么回事？他一个炼气6层，接下我们4人全力一击，不死也得脱层皮，跑哪儿去了？你们是在找我吗？是易川，他还没死。他已经是强弩之末，谁拿下他的人头，我许他内门之位。回来了，天助我也！易川，你出来！你不是说要杀我吗？你人呢？滚出来！你个藏头露尾的小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美蛇，小杂种，我让你死！你们现在的对手可不是我。易川！易川，不对，是姐夫。
姐夫救我！我是钟武公的儿子，落下风筝船的弟弟，你救我，我知道错了。不，你并不知道错，你只是知道你自己要死。姐夫，不要！我们香草会被逐出青云门，钟武公还有我姐姐也不会放过你。你救我，我一定不会暴露你。你没有那么重要。怎么回事？义师弟已经去方便快半个时辰了。你看，这不是出来了吗？方便时恰好发现了几根雷云竹，所以耽搁了些时间。竟然有2根10年入级雷云竹，义师弟，你这运气未免也太好了。4根不入品的可以交付宗门任务，剩下2根入级的变卖后，灵石我们4人平分。掌天珠，我现在实力虽然能以1敌4，但对付3个炼气8层还是太勉强了。学长还有无双会弟子的尸体，都扔到了雷蛇王的山包。这些年葬身落雷谷的弟子不知多少，料想也怀疑不到我头上。石展这小子还有无双会果然富得流油，4个人身上竟然搜出9件法兵，这天珠终于可以见齐了。丁，掌天珠觉醒进度20%，掌天珠空间增加1倍，觉醒新功能养灵。养灵，空间内可消耗灵石培育灵值，当前时间流速100比1。掌天珠每觉醒10%，可解锁更多功能。终于20%了，可惜想继续觉醒这些低级法兵已经无效。养灵，按照这掌天珠100倍的时间流速，那我岂不是1年就能种出100年雷云竹和玄级宝药？10根不入品，2根10年，1根90年，还好挖的时候没有破坏根系，应当可以种活。在掌天珠中，40天就能培育出1根10年雷云竹，1根10年雷云竹就是100灵石，这下发财了。尤其是这根90年雷云竹，再过1个月就能晋升100年雷灵竹，至少价值1500灵石。可以去外事堂看看，能不能买些种子种上。一藤身为真传，又有镇北王府做后盾，资源宝药无数，我必须充分利用手上的每一份资源。义师弟，2根黄级雷云竹卖出1根，卖得140灵石。马师兄和徐师妹只要了40灵石，这是剩下100灵石。师姐辛苦了。还有，义师弟，剩下1根雷云竹能不能卖给我？不过师弟你放心，我一定按正常价格给你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师姐，你需要雷云竹？10年雷云竹已经是黄级宝药，足够我突破采药期了。我知道我资质一般，在网上的玄级宝药我也不敢奢望，能有10年雷云竹已经很好了。宗门不是还有镜花水月秘境，可以供炼气9层捕获宝药吗？镜花水月何其珍贵，只有每年青云7峰外门大比前100的弟子才能进入，不知多少师兄师姐眼巴巴望着，我哪有这个实力？7峰外门大比还有多久？不足4个月。4个月吗？不知道师姐可否再等4个月？等4个月？若师姐相信我，4个月后再晋升采药也不迟。落雷谷一行师姐出力颇多，而且我还损毁了师姐法剑，这100灵石就全当赔礼了。师弟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怕不是对师姐有什么企图？因为一颗氧气丹。氧气丹？1枚灵石就能买1瓶的氧气丹？但那对于我来说是极珍贵、极珍贵的。没大没小。
你比我更需要灵石，我会等你4个月的。回池梦月真传，池斩确定已经遇害。外事堂初步调查，为出任务时被落雷谷妖蛇所害。我前往落雷谷将妖蛇击杀，确实从其胃中发现4具尸体。言儿失职，没有保护好池斩师弟，请真传责罚。池斩是被人杀的，雷蛇消化不了储物袋。池真传慧眼，我也感觉此事颇多蹊跷。经无双会调查，当时同在落雷谷执行任务的还有孤竹峰4个外门弟子，我这就将他们擒来，逼问真相。而且那4人中有1人似与池斩师弟结怨，曾当众拒绝过无双会邀请。他叫什么？一川，3月潜入的孤竹峰。罢了，此事就按意外处置。我父亲中武宫那里，我会出面解释。以后我不想再有人提及此事。易师弟，这是剩下1根雷云竹卖的灵石，因为有瑕疵，所以滞销1月，只卖得100灵石。你听落霞峰的人说了吗？池梦月真传的弟弟池斩死在落雷谷了。柯言儿还有一众内门师兄师姐都去请罪，将那条雷蛇从落雷谷抓了过来，剖腹验尸。是吗？可能是报应吧。后续如何？这也是奇怪的地方。落霞峰如此大动作，但最后事情却不了了之了。池真传亲自发话，池斩死于雷蛇，以后谁也不得再以此事做文章。池梦月发话吗？那大竹峰那位镇北世子呢？看时间，应该要从镜花水月出来了吧？你说伊藤真传吗？他采到了天药，要花些时间彻底炼化吸收，但估计也就这个月了。师姐，不知雷云竹是在何处售卖？我手上有些杂物，也想置换成灵石。宗门收购价略低，所以门内弟子不急的话，一般都是在山下白云集市进行售卖，那是宗门产业，有其他宗门还有各大王朝的人在那儿交易。师弟有什么杂物？不多的话，我帮师弟你去挂售。一些琐碎东西，不值钱，就不麻烦师姐了。内气外放，师弟，你炼气7层了。昨晚偶有所感，侥幸突破。你怎么总是侥幸？外门弟子中从没有破境如此迅速的。快了，可是对于我来说，时间还是不够。炼气7层，真灵6转，这种修为，怕还是入不得堂哥你的法眼。刚出炉的上品法兵一件，收100灵石或等价宝药。跳楼了，跳楼了！绝世宝药跳楼了！赤血龙丹，快来瞧，快来看！北蛮兽耳娘，身娇体弱，一调教，只要999灵石喽！师姐所说，应该就是此处了。500灵石以下挂售，直接填登记表，然后进内房验物。10根黄级雷云竹，不知价值几何？10根黄级雷云竹。自从青云门落霞峰扫了落雷谷之后，惊扰了雷蛇群，现在落雷谷已经没人敢进。黄级雷云竹价格略有上升，品相好的雷云竹1根150灵石，每多一道雷纹多100灵石，千宝阁抽成1成，你看如何？可以，但我只先出手5根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下次我再出手剩下5根。小友这是第一次到我千宝阁吧？不过谨慎些也是好事。如果可以，小友可否跟我到内房验一下货？可。你这竹子好生奇怪，虽然都是10年竹子，
但是灵气却格外精纯，而且一点虫蛀和瑕疵都没有。如果不着急要灵石，我建议小友你可以多挂些时间。如果急用灵石，我可以现在付你700灵石。挂售可以直接付款。这种品相的雷云竹不愁卖的。可。小友，那你剩下的雷云竹？剩下的雷云竹我没带在身上，下次。也好，下次来千宝阁直接找我就行。我叫柳如烟，这种品相的雷云竹有多少我收多少。当然，若小友你有百年雷灵竹更好，玄级宝药可是至少价值2000灵石的。自然。我还想购置一批灵植幼苗或者种子，要求根系完整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解决了种子问题，有长天珠在，灵石暂时应该不缺了。外门大毕还有3月，现在真灵6转，炼气7层的石位还是不够看，必须尽快晋升炼气9层。摊主，你这南明玉等我几天时间，我这几天就可以凑够灵石了。妮儿子，也不是我难为你，我这南明玉是玄级宝药，若不是着急用钱，我肯定是留给自家后辈的。1500灵石，除非明天你带灵石来，否则我只能卖给别人了。外门弟子每月只有10块灵石，想买玄级宝药晋升，比登天还难。玄级宝药尚且如此珍贵，那伊藤在镜花水月中获得的顶级天药青龙符醒，又该何其珍贵玄妙。凤栖木幼苗10株，30年入季；结草种子100粒，8年入季；株果苗20颗，20年入季。每种灵药入季年限标准不同，价格也不同。雷云竹10年便可晋升黄级宝药，凤栖木却需30年。不过一株30年凤栖木价值却是10年雷云竹5倍，这剩下5根黄级雷公竹过几天卖掉，这根90年雷云竹还有几天就能晋升玄级宝药，2000灵石，足够培育灵药幼苗施肥，支撑我的修行。青龙符行，是那位大竹峰真传，朕辈世子出关了。天生仙骨至尊天药，这怕不是一晋升就要连破好几层。要知道，除了圣子，7峰真传里面也只有落霞峰的石梦月以天药为道基。必须再让孙子。伊藤本来资质就是顶尖，夺了我的仙骨，如今加上天药，这番出关，他的真传之位已经难以撼动。青云门对我已经不是善敌，但我若想变强，必须得留在无主峰。真灵7传，丹田内7道7种玄符，若没有长天珠，寻常人修到真灵7传，至少需要50年时间。西梅气种便是同阶7倍真气，如今就算对上炼气9层，也有一战之力。终于进阶成雷灵竹，一根雷灵竹价值2000灵石，卖出后可以购置些5级兵器。不愧是顶级天药，这位镇北世子竟然在采药境就可以平虚御风，御剑飞行，
不过他怎么朝我孤竹峰来了？来势汹汹，这是不死不休啊！是哪个倒霉蛋得罪了他，竟然还把不问俗事的落霞峰持真传演了出来阻气？伊藤，你我早晚会有一战，但不是现在。你我都是顶级天药筑基，但我已是半步先天，你只有采药4层，不是我对手。天药亦有高下之分。石梦月，你已经和前代镇北王退婚，当真要为了那个废物阻我？退婚一事我并不后悔，只是确实时机不对，致他家破人亡。这是我欠他一份阴，今日阻你，还他一份果。圣子迟早会突破先天而去，到时七风真传自有教训。你青龙符行未彻底炼化，现在与我一战，对你有害无益。好，好，石梦月，我今日就卖圣子和你一个面子，但你不会永远守在孤竹峰的。我护他1年，1年时间内你不得亲自出手。1年内他若丧生你手，或被你大竹峰弟子所害，我自会杀上大竹峰，讨要说法。原来池真传有婚约在身的嘛，但是已经退婚。也是，普天之下除了圣子，谁能配得上池真传？也不知道谁这么大福气，能被池真长护佑1年。福气？哪来的福气？没听镇北世子语气吗？最多也就活1年。当年一起长大的几人里，只有你的茶品最好。刚才的事，谢谢。池斩是你所杀，我今日帮你挡了伊藤一刺，护你1年，加上此物，你我之间情分因果两清。这是什么？昆仑地乳，虽然比不得天药，但也是绝顶地药。你明日下山到中武府找我父亲，他会帮你打点好一切，隐姓埋名，到偏远地方做个富家翁，逍遥一生。谢谢，但我不需要。你最好考虑一下，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自尊心是很没用的东西。从小到大，池梦月，你总是如此骄傲，如此高高在上。现在是那日退婚。一川，你我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过去的事莫要再提。你仙骨尚在时如此，如今你仙骨被挖，同样如此。我将来要见的风景，要去的地方，是你无法想象的。你注定仰望我，如地上蚁虫仰望穹顶皓月。你很好，但就像这茶，纵然再好，终究只是凡茶。这昆仑地乳，你不必着急还我，等你真正想通再说。晚辈落霞峰池梦月见过孤竹峰峰主。我孤竹峰虽然近些年不太景气，真传也性子懦弱，但到底不是任你们这些小辈胡来的地方。刚才那位易真传，若是真敢落到我孤竹峰上，贫道自然不会让他好过。晚辈知道了。贫道孤竹峰的人，还轮不到你落霞峰来庇护。这位落难世子只要在峰上，就绝不会被安排杀。池真传还是请回吧。唉，无量天尊，怎么这么个烫手山芋就落到我孤竹峰了？唉。刚刚在院子中是池梦月、池真传吗？师姐，有事进来说吧。不了，我只是顺便路过。所以，你真的是那位镇北世子口中要杀的人，还是被池真传退婚的人？那镇北世子为什么要杀你？这个，我暂时并不想说。我们青松会也是有后台的。我这就跟陈灿师兄说，让他去找我们孤竹峰真传，一定可以保护你。
一川，陈俊畅、陈真传发话了，让你去孤竹峰议事堂，要调解你和易真传的恩怨。议事堂？对，是陈蔡师兄求了好久，陈俊畅真传才答应出面调停的。这下你不用担心了。现在？对，陈俊畅真传已经在议事堂等你了。好。除易川外，其余人在议事堂外等候。陈师兄、师姐，你们在外面等我，我去就回。放肆！身为外门弟子，见真传还不行礼？我亲爱的堂弟，好久不见。大胆，还不跪下！我虽为外门，但问心无愧，过于宗门，凭什么下跪？你得罪易真传，挑拨两封关系，还不算大过。今日你跪下向易真传磕头赔礼，此事就算结果，不然我也保不下。我易传跪天跪地，不跪小人。下犯上，冥顽不灵，欺下媚外，谄媚别风，不配为孤竹峰真传。大胆！一川，你还真是命大，竟然真的没死，还跑到青云门来。但你又能如何？如今我为真传有仙骨天药，前途无量，而你只是一个废人。有池梦月那个女人保你，我不杀你。但是这一年，我要你像狗一样活着。世子放心，既然是世子家事，本真传不会过问，更不会袒护孤竹峰弟子。和尚，怪不得你当日不入我无双会，原来是有这层渊源。如今同时得罪易真传和我无双会，青云门之大，却没有你的容身之地。陈君畅真传怎么说？他愿意保你吗？接下来外门大比之前，我都会闭关，他们对付不了我。你和陈师兄万事小心。1/3换成灵石，剩下的帮我换成等量的辟谷丹和一切能提升修为的丹药符箓。除此之外，我还需要一件护身甲衣。小兄弟，你这是逃难吗？你要的丹药太多，需要等些时间。至于护身甲衣，我这刚还有一件，我们到内房聊吧。元光禅衣，就算是采药之上先天高手也能挡上一击，而且轻若无物，平时穿戴在身也不影响斗法和修行。多少灵石？原价2万，看在小哥哥你长得帅气份上，只需要18000。18000？这种禅衣本来就极其稀少，更何况这件禅衣质量极高，穿上后寻常采药压根无法破方。而且本件禅衣支持租借业务哦，1月1000灵石，一旦损毁，照价赔偿就好。借。张天珠，开！真灵8转，炼气8层，丹药都已经吃完了，可惜还差一丝才能晋升炼气9层。但以如今修为，西风外门大比，当能横扫。请问之前在这做事的宋灵师姐呢？你问宋灵啊？上个月因为做事疏忽，被陈真传当众责罚，已经免去一切外事堂职务了。那丹房陈灿师兄现在如何？陈灿，他上个月炼丹出了岔子，被人找上门打断了一条腿，现在估计在休养吧。等会儿，你是？在下孤竹峰外门易川。易川，你就是易川。谢谢。
小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媚下姐姐的禅衣呢。我去，老娘我在千宝阁干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宝药成捆成袋装的。1000灵石换成疗伤药品，1000灵石兑换修行丹药，禅衣再续借2月，剩下的全部给我换成宝药种子或者带根的幼苗。小哥哥，短短2个月，卖给你的种子就变成入级宝药，你背后的师门，莫不是封回封哪位长老？你如果不想收，我可以找千宝和其他人。送上门来的富贵，哪有拒之门外的道理？但姐姐也要和你提个醒，若是家里没有大人，有些本事还是要藏着些的好。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？马上外门大比了，一川还是没有出关吗？我昨天看了，他院子的门还是锁着的。也好也好，若是现在一川出来走动，他修为比你都低，性格又倔，免不了要吃苦头。但陈真传也太过分了，师兄你兢兢业业在丹房炼丹10年，他却不分青红皂白，听信别人，打断你的腿。要怪，就怪我们天赋不高，根骨不好。我的师傅也只是丹房一个执事，保不下我。我们这种人，天生就要成为那些天之骄子的陪衬，万事到头不过一个忍字。陈师兄好歹已经是采药修士，怎么如此悲观？一川，你出关了。陈三师兄情况如何？没有大碍，只需要在床上躺1个月就是了。我这有蛮族秘药灵玉膏，对接骨生肉很有疗效，师兄可以试试。灵玉膏，号称1两万斤的灵玉膏。一师弟，你哪来这么多灵石？我听说师姐你外食堂职务被取掉了，怎么回事？不过被人借题发挥而已。不仅是我，连一起去落雷谷的马原，还有徐琴也被牵连，最后还是当众发誓与你划清界限才保住职位。谁做的？陈真传还有大珠峰那位世子发话，谁敢亲近你，就是和他作对，要做好被报复的准备。这段时间一传你也忍一下，只要风头过去，不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小人物的。我知道了，是我连累了你们，这段时间你们暂时不要和我联络。但陈师兄，万事到头，不是一个忍字就能过去的。一师弟，你等一下，这是我2个月前就想送你的南明玉玄级宝药，虽然品相不算好，一师弟，你和我们不一样，你一定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的。长老，孤竹峰外门弟子一川已经炼气8层，想于藏经阁寻找一采药功法。一川，上次从我这儿选了真灵9转那个，你真灵8转了？怎么可能？你借走功法不过几月，修炼气种没有捷径，至少需要一个甲子才能修成真灵8转啊！你不必跟我讲缘由，你们这些小鬼各有各的机缘，问也不会说实话的。你来这挑选功法是为了1周后的7峰外门大比吧？若是进得镜花水月，便能直接进阶，突破采药。长老神机妙算，那你也不必挑选了。你既然能修成8转，那真灵9转也不在话下。修其他功法就有些浪费了。你若是能修得真灵9转，而后9气合一，你再来找老夫，老夫免费送你一个天大的造化。那一川在此，多谢长老了。呵呵，你不必谢我。7峰外门弟子炼气9层至少有1000席，你未必就能进前100。就算进了，也要你能活着从镜花水月出来。怎么这么多年，终于有收徒念头了？收个屁！这家伙现在就是个烫手山芋，收了他，贫道的好日子就算是到头了。行，你是峰主，你说的算。我看你就是嫉妒人家。自己当年花了20年才真灵6转，人家这才几个月就要9转大成了，修炼快管个屁用！想当我徒弟，先拿个7峰大比前10再说。圣子叶凡正在追杀魔宗神子炼无双，
遗憾无法主持七封大比。临行前留下敕令，由大珠峰真传、镇北世子义腾代为主持，其余6封真传为监督。无双会好大的势力，36处擂台有20处裁判都是他们的人。这位镇北世子真是风头无异，又身怀仙蛊天药，怪不得圣子器重。可我听说他这仙蛊来路不正，原主人似乎……你不想活了？说这种话想被无双会报复，拿掉大比名额吗？陈真传，看来你们孤竹峰的弟子还是这么不懂事，不知道何为尊卑。是我管教不严，让世子笑话了。等大比结束，我一定好好惩戒，管教风气。而且世子放心，大比顺序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绝不会让此人晋升前百。奉圣子敕令，大比前100者可入镜花水月夺筑基宝药，且大比前10者可入朝阳峰武库任选一低阶灵兵，大比前3者可选2变。领号擂台第1天第9场，孤竹峰一川对战孤竹峰王德斌。3月前我有意栽培试探，却被你这个小畜生恶意偷袭。幸好一真传查明缘由，给我丹药助我突破炼气8层。今日我便要一雪前耻。聒噪！我不服，这是偷袭！偷袭！哼，废物果然是废物。孤竹峰一川胜，记1分。大竹峰白练胜，记1分。我叫白练，就你叫一川是吧？一真传发话了，断你一条手就奖励1件灵兵，断你朋友的手也算。走开，你挡我的路了。秉号擂台第1天第36场，孤竹峰一川对战大竹峰弟子。想不到天大富贵落到我头上，只要断你一条手。你是无双会的人。回答是或不是就行，没必要这么多话。你是无双会的人？那看来是。无双会的人，我见一个废一个。我这个堂弟真是心狠手辣呀！真传，一川这小贼丧心病狂，如果再这样比试下去，我们无双会的外门就要被他全部废掉了。这样圣子回来不好交代。给孤竹峰陈俊畅传话，后面几天的赛制安排，把对上一川的无双会弟子全部换。我们无双会天骄无数，怎么能惧怕一炼气8层？白练，你资质恐怖，入镜花水月极有可能踩到地级宝药，没必要冒这个险。你是无双会的人吗？不是，我是拉上狂魔体，你不要断我的手啊！不是无双会的。果然，这个断手旁魔只针对无双会，其他弟子没事。不服，上台来战！什么无双会？从今以后改成缩头会。陈赛师兄，我竟然挤进100名了，我可以进镜花水月了。还不是一川下手太狠，废掉无双会太多好手，他这下算是彻底把无双会得罪死。怎么榜首是大竹峰的白练？一川师弟7天来无一败绩，怎么会没有上榜？孤竹峰弟子一川对排名有异议，弟子大比中全战全胜，为何没有进金榜前100？一川，你心狠手辣，残害同门，还敢有脸讨要名额？
大珠峰白练在大比中同样废人手脚，致人伤残，何故只废我一人名额？白练是无心之失，而你却是肆意针对报复。哼，擂台拳脚无眼，同样伤人，为何白练就是无心之失，我就是针对报复？我不明白。圣子临行前命我为大比主持，七峰大比本为选拔宗门良才，而你一川故意戕害同门，行事与魔门无异，故排名取消，临兵奖励取消，仅保留镜花水月名额。一川不服。哼，本真传不需要让你服。这是七峰大比何时定下的道理？我是真传，有圣子敕令，而你不过一个蝼蚁般的外门，我的话就是道理。你行事激进，凡事还是要懂变通。可我的变通不会让伊藤、陈俊畅这些人仁慈，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。伊川当日做的对，如今他是个是非之人，盯着他的人太多。像你我这种人，若是跟他走得太近，只会受无妄之灾。听师兄一言，你若真为他好，就不要靠近他。腾儿，你做的不错。本次七峰大比前100，我大珠峰有26人，前10也有3人。弟子幸不辱命。是林冰，这本来应该是一川的。好，今日我便打开镜花水月，内有宝药机缘无数，更有绝顶天药。秘境之中机缘，但也有无数凶险，只有炼气修士才可入内。福祸如何，就要看你们的造化了。此时不进，更待何时？一川进来了，杀一川！一真传发话，摘下一川手机证，赐地级宝药。一川，今时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一个炼气8层，竟敢和无双会作对，找死！一真传赐下灵兵和丹药，这镜花水月秘境正是你埋骨之地。想逃哪里走？地级宝药，这秘境中也没有多少地级宝药，辛苦寻找，不如趁乱拿一川的人头实在。秘境中发生的一切，外面都看不到。就算杀了一川，也不会受到责罚。破天富贵，何该落于我手？等会儿，这个孤珠峰的女生好像是一川好友，拿下她，逼一川现身。一川，可敢停下与我一战？看看谁才是真正外门第一天才！若不是你20多人手持灵兵，我单手杀你！死到临头还敢说大话，拿弓来！又是一柄灵兵，月光禅意不一定挡得住。射中了！一川，你大好头颅，何该换我一场富贵？大胆！宝药，是地级宝药出事了！
我在宗门古书见过，这是地流浆，月华精粹，就算在地药中也是最珍稀的那一批。不好，这株地药要逃！我们刚才交手余波太大，惊动了此等宝药。地药主是10年难得一遇，许多真传也都是靠地药筑基。罢了，受此重伤，一传也是苟延残喘，还是先取造化。就让那个小多活几天。走。张天柱，灵兵太强，比起法兵威能提升10倍不止。我毕竟只有炼气8层，百炼只要我真灵9转，亦或炼气9层，杀你如土狗！王德斌，你们无双会的人也太过霸道！我和徐琴明明已经与一川绝交，为何还要追杀我们？你们无双会如此臧害同门，就不怕出了秘境被宗门责罚吗？责罚？无双会有圣子和真传撑腰，谁敢责罚？地流江动静太大，西风的人基本都过去了，没想到最后还是让白炼师兄摘了桃子。而且你们以为现在盯上一川的只有无双会吗？秘境里七风弟子已经疯了，地流江他们抢不过白炼，现在全部都盯上了一川。那可是一株行走的地药。已经有擅长追踪的弟子发现一川半月前跳河逃走，现在七风弟子都在那条河附近。王德斌把我们往那边赶，怕是想用我们引出一川。但我们早就和一川断交了，大比中一川对宋林你也是不管不顾，他又怎么会管我们的死活？不要耍花样！看到前面那条河了吗？他现在说不定已经死在哪片水草里了。可惜没有让这个只会偷袭的小罪死在我手上。王德斌，你好不要脸！如果一川现在在这儿，你连他一招都接不了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杂役弟子考核，外门大比，都是王师兄联系人才没有提防。谁知道一川这个小人只知道暗算。今时今日，就是你和一川的报应。一川，你既然说我之前都是偷袭你，如今你我都是炼气8层，为何你连对我拔剑的勇气都没有？为虎作伥，欺压同门，按照门规废你一条手臂。不要，我是被逼的。一川师弟，你放过我！一川在这儿，谁杀了他，就可以得到一藤真传赏赐的地药。怎么会？和半个月前相比，这又变强了。这些只是跳梁小丑，真正的高手一会儿就会过来。你们找个地方躲藏起来，等秘境开放。师弟，你干什么？穿上它，然后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安静等半月后秘境打开。一川在此，谁敢与我一战？一川，你果然还没死。杀！他比半月前又变强了，但是他的护身宝衣没了。这么好的兵器，你不配使用。真灵9转功，真灵9转，每转真气变雄浑3分。100年来青云门只有1人修到第6转，怎么可能？你竟然已经快修到第9转了！杀！不能让一川晋升9转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想阻我，看你阻不阻得了！
真灵九转功不一直是传说吗？竟然真有人可以修到第9层！不是说修到9转要耗费100年？从8到9转，那是由凡入真正的蜕变，不能让他晋升成功，否则太阳镜之下没人会是他的对手。真灵9转只能在强压战斗中突破，九气合一，同阶至尊。我现在什么都不缺了。九气合一，炼气至尊。好，灵璧已经威胁不到他了。采药之下，没人会是他对手。内气外放，硬是成假。这柄长枪不错。前面将我追杀的上天无路入地无身，怎么现在却想着逃了？邓诺师兄，我们只是无意闯入此处，绝对不会将风雷果的事情传出去。邓诺师兄，你是封回封外门第一人，前途无量，何该享用风雷果此种珍奇地药？我和马原绝对不敢起觊觎之心。等风雷果成熟，我自会放你们离开。在此之前，不准离开半步。百烈，前几日地流江我没有跟你争，这风雷果你也不能染指。百烈似乎不是来争夺风雷果的，他似乎在逃。炼气9层，无双会外门第一天才，手握2件灵气，他竟然在逃。一川，是一川。难不成是一川刚刚在追杀白莲？他不是正在被无双会追杀吗？风雷果，地药。我哥是风回峰真传邓汉阳，你已经得罪天下会和大珠峰，没必要再得罪我风回峰。要么拔剑，要么滚。一川，我们也是身不由己。我知道，你们走吧。雷云竹诸果能种，这地药应该也能种吧？昆仑地乳、风离果，这样算下来，我身上已经有2种地药了。不对，应该是3种。白练身上还有一份地流浆。听说了吗？一川正在大肆猎杀无双会弟子，一旦被他逮到，不但要被断臂，辛苦寻找的宝药还有储物袋也会被抢夺一空。不可思议，我从来没有见过炼气境如此强大的人。一人追杀一峰，当年圣子也不过如此吧？嘘，别说了，没看到那几个无双会的，现在脸都绿了。那一川也不过是在炼气期逞凶，如何能与圣子相比？哼，得罪了我们无双会，还有伊藤真传，等出了秘境，整个青云宫再没有他容身之处。自断一臂，然后把储物袋和秘境收获的宝药交出来。啊！是你们自己动手，还是想要我来？一川，你欺人太甚！到台下给我等着！真是个疯子！他这是要堵门！
杀！冲出去禀告真传和凤主，他拦不住我们所有人。你终于出现了，无双会弟子，跟我一起冲杀！他只有一个人，不可能把我们全部拦在出口。只要出去一人禀告情况，无双会定能护我们周全。你如此伤害同门，真传不会放过你的！你们这一月来追杀我之时，可曾想过宗门责罚？白烈，你不是自诩外门第一吗？如今同一界战，怎么你连和我单打独斗的勇气都没有？一川，欺人太甚！我想过白练会败，但是没想到败得这么快。这就是第六江吗？人终于到齐，现在可以算算总账。怎么回事？出口开放这么久了，还没有弟子从秘境中出来。峰主不必担心，一些弟子在秘境中采到玄药或者地药，要花些时间就地炼化，甚至直接突破采药境。比如上一届，就有弟子在秘境中采得天药，直接多待了1个月。恭喜峰主！我看这次外门无双会和大竹峰有许多好苗子，比如那白练必能采得地药，为大竹峰再添一少年英才。如今久不见人出，或许正是太多人在秘境中得到天大好处。这是我大竹峰之幸，也是无双会之幸。如此看来，我大竹峰要出现不少天骄。伊藤，你可不要有压力啊！弟子自信可以压住他。这个醉鬼一向不管宗门事务，怎么这次跑到我大竹峰来了？放心，我不会杀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背后的圣子真传，而是因为青云门门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给你们护道，助你们在秘境中筑基采药。一川，你终于知道害怕了。峰主还有伊藤真传就在外面等着我们。想让我们出去帮你美言几句，做梦！除非你给我们每人赔偿1株玄药，还有将抢去的灵兵尽数归还，我或许可以考虑。出去后在伊藤真传面前替你求情。对，不但要赔偿玄药，还有你抢的地流浆和风雷果，也要全部赔偿给我们。你的储物袋也必须交出来，让我们检查。赔偿？赔偿，好，我这就给你们赔偿。哦，结草还是未入齐的，连黄级宝药都不算，1颗灵石能买10株的结草。一川，你什么意思？这种杂草连宝药都算不上，谁会拿来筑基采药？一川！你这是在羞辱我们！一川，你真要与我无双会和大竹峰不死不休吗？进入秘境的都是气风外门天骄，你逼我们以这种杂草采药，我们的修为终生会被困在采药1、2层，前途尽毁！你要把整个青云门的天给捅破吗？要么在这筑基采药，要么一川师弟，我错了，何必到如此地步啊？若是以这些杂草晋升，我们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呀！但是你们的命保住了，不是吗？自从外门大比开始，你们无双会就一直针对我，秘境中更是几次要我性命。
我饶你们不死，已经很是意思。等你们全部筑基完成，我才会让其他人走出秘境。一川，一川师弟，我们之间并无冤仇，不知可否先让我们出秘境？等着。啊！师姐，你也困在炼气9层许久了吧？我有昆仑地乳3滴，地流浆1罐，风雷果1颗。师姐，你可选择一种在此筑基。我是在做梦吗？地乳、地流浆、风雷果，一川身上竟然有3种地药。天药渺难寻，地药不可多，这每一种地药至少都价值10万灵石，而且有价无市。地药筑基，这可是真传之资，以此筑基，这个宋灵不得一飞冲天。算了，我资质很差的，浪费了你的地药。我说过，让师姐等我3个月，现在是我履约之时，我会给你护道。师姐，选吧。一川，地流浆，好。师妹，你说，若是我们始终坚持站在一川这边，那3种地药是否会有我们的一份？出口已经打开3天了，怎么还是没有一个弟子出来？往届就算有人斗了，也不至于一个人都不出来。莫不是秘境里出了什么变故？安静。峰主息怒，一般来说，只有采得地药以上的弟子，为了稳妥才会留在秘境中突破。如此看来，这一届的弟子定是得了什么天大的好处，这才会集体赖在秘境不肯出来。一真传所言极是，我曾听说100年前有一届弟子遇上了秘境中的月华之夜，几乎所有人都得到了造化，集体逗留1月之久。我大竹峰共有23名弟子进入前100，定是他们得了大好处。若是这23名弟子都在秘境中采得地药，往后数百年，七峰弟子当以我大竹峰为魁首。说得好，醉道人，我听说孤竹峰这次前100之人只有不到10个，排名还都很靠后。不过没关系，跟着我大竹峰的人也能让他们喝点汤。哼，孤竹峰自然比不得你大竹峰了。你这真传都不一般，又是仙蛊又是天药的，哪像我孤竹峰的真传，跟废物一样。是被铜镜强制送出来的，此人已经在里面突破采药境了。是大比第1的白烈，果然是他。此人一定是采得地药，所以才逗留突破。白烈，你与峰主说说，你在秘境中是以何种地药突破的采药？怎么可能？这些人全部都筑基采药了。衣服上的标记，这些可全部都是大竹峰和无双会的弟子。20多个地药筑基，天佑我大竹峰，日后青云七峰当以我大竹峰为尊。不对啊，若是地药筑基，气息怎会如此盘弱，连最下品的玄药都不如。或许是时间紧急，刚刚突破气息不稳，无伤大雅。王德斌，你且站起来，和诸位长老大声说说，你们在秘境中究竟采到了哪些地药？我们没有地药，一株地药都没有。我们全部都被一川逼着用不入籍的杂草筑基了。
是一川逼着我们用杂草筑基，不然不让我们出来。什么？一川没死？就是他逼我们用杂草筑基。大胆一川，戕害同门，坏人根骨前途，该杀！内气化甲，一个炼气9层竟然能挡住采绕境的柯岩儿，怎么可能？炼气与采药之间存在巨大鸿沟，按理来说，就是数十个炼气境一起上，也不该是柯岩儿的对手。一川，你坏我无双会弟子根基，今日我便废你修为，打断手脚，将你逐出青云。你无双会弟子在秘境中几次合围，欲置我于死地。外门大比夺我名额时，怎么不见你站出来？现在我不过小师惩戒，你就出来狂吠？难道这青云门是你无双会一手遮天？难道我一川就要任你们欺凌侮辱？厚颜无耻！哼，大胆一川，竟然对内门师姐无礼！我身为孤珠峰真传，今日就要清理门户！你认不认错？要战就战，哪这么多废话？真灵九转，九气合一。怎么可能？九气合一至少需要100年时间。这一川如此年轻，怎么可能修成真灵九转？找死！够了。醉鬼，一川坏我大竹峰弟子盗徒，此事你必须要有一个交代。坏人盗徒？你这大竹峰真传还不是坏人盗徒？杀人全家，怎么没见你大竹峰给个交代？腾儿身具仙骨，又有天药筑基，岂是寻常弟子可比？也就是在道友你的眼里，根骨资质决定一切，那是自然。比理还大。根骨资质，这便是青云门最大的道理。醉鬼，你当真要为了这个外门弟子和我翻脸？外门弟子？谁说一传是外门弟子？下月15乃是我孤竹峰真传大选之时，到时我会将胜出真传收为弟子，还请各位道友前来观礼。真传大选？没错，下月15，你若能击败陈俊畅，便可为我孤竹峰真传。青云门之中没有人再敢动你，但你若败了，就自行向朱峰主请罪吧。峰主，我已经是采药8层，一川就算修成真灵9转，也不过隐气，1月时间，怎么可能是我对手？那是一川的事情，你就不用管了。陈俊畅承袭真传已经5年，修为采药8层。这个一川炼气或许无敌，但是想对上陈俊畅，还得几年时间吧？何止？你没看到吗？刚才一川连陈俊畅一招都接不了，1月之后挑战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好，1月之后，若是一川不敌，让他跪着到我大竹峰请罪。那就让你再多活1月。你且回去洗漱好，然后到孤竹峰藏经阁找我。掌天珠，这次镜花水月倒是不虚此行，除了大量宝药，灵兵也斩获10几件。为了杀我，伊藤还真是舍得下血本。不过现在这些灵兵都是我的了。检测到低级灵兵是否炼化？其余的全部炼化。掌天珠觉醒进度 25.5%， 当前觉醒功能养灵。养灵，掌天珠空间内可以消耗灵石培育灵植，当前时间流速1:100。掌天珠每觉醒 10%， 可解锁更多功能。一件灵兵才增加 0.5% 的进度吗？也就是说，还要9件灵兵才能进阶。等找个时间去千宝阁购置一批。也不知道再次进阶掌天珠可以觉醒什么功能。
不过手上有3种地药，可以尝试筑基了。先去藏仙阁吧。弟子一川拜见长老。去第2层吧，有个老家伙等你很久了，别跟他客气，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大造化。谢长老。弟子一川见过峰主。一川，我问你，宝药是什么？天气地魄，自然之气积郁而成，是超凡入圣之根，长生久世之始。按照玄妙分为天地玄黄4阶。那何为天药？这个天药乃是最上根器，分为6丹、7宝、9气。比如义藤所得，便是9气之中青龙伏血；比如圣子叶凡当年筑基采药，便是7宝之中的紫薇照命。落霞峰池梦月所得比较神秘，但猜测也是9气中的一种。但一旦地药筑基，你就永远不可能是义藤的对手。1月之后，你也不可能赢下真传之位。我问你，你甘心吗？天药不可得，世间任何一种天药都只会自己寻找主人。天药筑基，同阶至尊，无论是潜力还是战力，都远超地药筑基10倍。你仙骨被挖，一身宝血流失殆尽，资质太差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天药垂青。求峰主赐法。我确实有一法，若是修成，便是天药筑基也不及你。道这世上还有比天药更加玄妙的宝药？自然有，那就是把自己炼成一株药。怎么可能？义川明明已经是一个废人，仙骨被挖，血都流干了，他怎么可能会活下来？还要下个月争青云门的真传之位？怎么办？我们藤儿也只是真传而已。如果让这小子真的成为青云门真传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他父亲一江天是你勾结蛮族杀的，嫂子是藤儿和我用毒酒毒杀，早知道把这个小杂种也在府里杀了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这件事一定要瞒住，不能让族里那些老东西知道。他们本来就对大哥的死心存疑惑，义川只是练气，1个月后一定要死在那个陈俊畅手上。你传信告诉藤儿，那件东西先送给陈俊畅用。无论如何，绝对不能让义川当上青云门真传。把自己炼成一株药？没错，人生来365窍，7经8脉，3魂7魄。试问哪株天药可以如此玄奇？如此潜力，路我给你。走不走是你的事情。1个月后，你若是败在陈俊畅手上，我也保不住你。你走吧。谢峰主赐法。你当真把那种法传给他了？你当年毁了自己，现在还要毁了他吗？他和我们不一样，就算他修成9气合一，这种法仍旧不可能修成。这是那个世界传下来的法，青云门几千年死了太多人，没有一个修成的。必须修成，修不成，1月后他必死；修成了，1个月后他才有可能活。身为种，药为肥，以宝药筑基，然后主动拨回道基，将宝药压力溢散周身血窍经脉，每崩1次为1种。人有3魂7魄，所以这种行为要连续10次。10种之后，人体为最强宝药，便是天药筑基也可碾压。疯子！创出此法的人一定是疯子！主动崩溃道基，稍不注意就是废人。炼气境的内气何其羸弱，道基一崩100%生死道消，一点活下来的可能都没有。而且这种过程还要连续10次，这是一点都不让人活啊！但是我不一样，我修成9气合一，内气是炼气清的10倍。如此恐怖的内气，或许能让我撑过来。我手上有3株地药，
以此筑基，至少也是真传之资。但仅仅真传之资，不可能是伊藤的对手。就算有掌天珠，我资质太差也会达到瓶颈。比如白炼以杂草筑基，上限最多也就采药3、4层。世上修行，不是时间就可以弥补的。10次生死关，闯过去，海阔天空；闯不过去，我也不愿苟延残喘。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。按照玉涵所说，前面几次下种最好是低阶宝药。既然如此，便以南明玉为第一种。宋灵，地药筑基，修为合格，年龄合格，允晋升内门。慢着，资质太差，就算地药筑基，也只是浪费宝药而已。黄巧师姐，师姐，还知道叫我一声师姐。内门弟子晋升同样有战力小和。宋灵，我来当你的试炼人。可是黄巧师姐，按照宗门规矩，地药筑基的弟子可直接晋升内门。地药筑基又如何？以他的根骨天赋，能吸收多少药力？照样是废物一个。黄巧作为陈真传的女友，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地药筑基，但最后陈真传也只给她争取到1株玄药。1月后，一传挑战陈俊昌，这个黄巧一定会针对你。等会儿你千万小心。怎么，宋灵，你不敢接受考验吗？外门弟子一川，修为合格，特来晋升内门。我不是地药筑基，既然黄巧师姐在这儿，不妨也帮我考核一下吧。什么？一川不是地药筑基，他不是在秘境中展示3种地药？地药虽好，未必合适。有些人根骨太差，根本无法炼化地药的。那一川不是死定了？本来就赢不了，不是地药筑基。1个月后，他拿头跟陈真传打。我知道你很强，但是这里不是秘境，我也不是炼器。1个月后，陈真传自然会收拾你。一川，这元光禅衣太贵重了，还是你穿着比较好。一川，你真不是地药筑基？我以玄药南明玉突破，现在采药1层。完了完了，这下1个月之后，一川你必死无疑，没有悬念了。麻烦给我内门弟子名牌吧。我想在千宝阁贷款一批灵兵和玄药，这是定金。你是孤竹峰一川，抱歉，千宝阁暂时不对外进行贷款业务。您储物袋中这些宝药只能挂售，无法直接兑换灵石。我之前在贵阁咨询，可不是这样。抱歉，那是之前。现在千宝阁有新规，要挂售的话就去内房，请不要在这儿干扰工作。前世子殿下，跟我来吧。真灵九转，一人冠绝青云7峰外门，鼎鼎大名的前镇北世子到我千宝阁，荣幸之至。你们都知道了？不但如此，我们还知道你1个月后和孤竹峰真传陈俊畅的决斗，但我们千宝阁内部对这次决斗的评估，世子殿下，你的胜率只有7%。前镇北世子，现在的青云跟孤竹峰内门弟子，没有师傅，没有背景，你对千宝阁来说已经被判定为一个没有价值的死人，所以不可能对你开放贷款灵石业务。既然这样，就按正常流程帮我挂售这些宝药吧，很多都是我在镜花水月抢来的，扣掉元光禅衣的钱，剩下的尽量给我兑换灵兵。就是他，连地药筑基都不是。1个月后要挑战孤竹峰真传，而且大夏镇北王府和大延平西侯府同样下了追杀令，连逃都没地方逃。这已经是个死人了，下次他再出现在千宝阁，千万不要给他贷款灵石。
一川师兄，我是青松会兼外事堂弟子韩林，前来发放内门弟子名牌和制服。因为外事庭财政紧张，所以内门弟子的100这个月暂停发放，配套的法兵也需要过些时日。财政紧张？没错，孤竹峰外事堂一直都是青松会掌管，这是陈真传特意吩咐的，号召全体内门弟子为宗门奉献，共度难关。而且一川师兄，你也是青松会成员，应当理解陈真传的良苦用心。一个炼气8层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下次让陈俊畅亲自来见我，这种伎俩只会让我更加瞧不起。一个玄药筑基，真以为可以挑战真传？你猖狂不了几天了！叶川真是这么说的，还扬言要退出青松会。回真传，确实如此。这个一川胆大包天，目无尊备，而且一个玄药筑基竟然敢挑战真传。你在外事厅看得真切，他确实是玄药筑基。当然，外事厅除了我还有好多人在场。你是不知道这个一川多猖狂，一个玄药筑基而已，搞不懂真禅，你为什么这么小心？当真是玄药筑基的话，1个月后他必死。大夏的镇北王府还有大竹峰义藤已经跟我传过消息，还送来了不少好东西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峰主那个老东西私下传了这个一川什么。一个玄药筑基，真传你可是采药8层了。我不管，我听说他手上有3种地药，真传你杀了他，我要1种。放心，1月之后他身上的宝贝全部都是我们的。韩林，你通知外事庭，这1个月里不能让一川和他的朋友从外事庭拿走1块灵石，没有资源，没有背景，1个月后我看他拿什么和我斗。下一次灵药收获还需要些时日，在与陈俊畅决斗之前是无法收获了。可惜，若是这批良药收获，赚取足够多灵石，再买些灵兵，或许可以让掌天珠觉醒下一阶段，这样我的胜算更大些。我现在一身修为，过段时间已经稳固，可以尝试崩溃道基，进行以身种药第2种。道基崩坏，稍不注意便沦为废人。可我已经没有其他选择。崩溃道基之后会有漫长的休养期，好在有掌天珠。陈俊畅已经采药8层，1月后与他一战，我的第2种必须得是地药地流降。如此恐怖的气息，是他回来了。叶凡回来了，杀意滔天，难道魔宗的神子炼无双也不是他的对手吗？不愧是我青云圣子，这气息，先天之中，怕是已经没有他的对手了。1刻钟之内，西风真传还有无双会内门弟子来朝阳峰见我。陈俊畅，你如何管理的孤竹峰弟子？逞凶伤人，在秘境中侵略同门。是我管教不严，请圣子责罚。你孤竹峰青松会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从今以后，你的青松会并入无双会。遵圣子法令。风回峰的邓海洋呢？回圣子，邓真传修炼出了岔子，正在闭关休养，无法前来。无法前来，那以后也不用来了。
我今日召集大家前来，是商讨3个月后瑶池法会。那时，青云、瑶池、昆仑、峨眉4宗年轻一代佼佼者都会赴会。既然4宗年轻弟子都在，那魔门会不会趁机前来捣乱？魔门的神子炼无双被我断去一臂，3个月后，他不敢冒头。以身为主第2境，采药2层。吐气成钢，有真灵9转的底子在，就算是采药5层也能一战。可惜，陈俊畅绝非寻常采药境修士可比。只剩半月了。前镇北世子，你可让我好等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风回风真传邓汉阳。就是被我抢了风雷果的邓诺的哥哥。哼，不知邓真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做一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听说你手上有多余的药，我想为邓诺交换一颗风雷果，以及一些对你或许有用的情报。圣子叶凡回来了，他一回来就借机发难，合并了陈俊畅的青松会，但陈俊畅也因此得了一枚圣子令。现在陈俊畅已经是无双会的人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废了无双会的炼器一代，圣子叶凡不会放过我，更不可能让我成为孤主峰真传。这下看来我貌似更不可能赢下陈俊畅了。邓真传这时候找我交易，不怕引火上身吗？没错，现在陈俊畅的身后至少有3股势力支持，大夏镇北王府、圣子叶凡、大竹峰，而你已经采药2层了吗？陈俊畅修炼的是丈六金心，唯一能克制他武技的，只有这部霸枪。能赢陈俊畅，能让你半月后死的没那么难看。天药不可得，地药渺难寻。除了这部霸枪，我还要玄药和领兵。你要多少？越多越好，越快越好。好，今天晚上我给你送来。你在做无用功，可我们总得做些什么，不然整个青云门就要成为他无双会的一言堂了。我风回峰不像大竹峰这般家大业大，我能支配的只有6件灵兵。作为补偿，储物袋中还有许多修行丹药以及6种玄药。和陈俊畅那个胖子比起来，我更希望你能成为真传。只可惜你太年轻，若是再多给你几年，采药2层了。柳执使，我挂售的宝药全部卖出去了吗？你那些宝药卖了也换不了几件灵兵，真是姑奶奶，我欠你。5件灵兵，这是我能够调用的全部资源。姐姐我可是倾家荡产押上全部身家了。这些灵兵不是给前镇北世子的，而是给日后的孤竹峰真传。你可千万不要死在陈俊畅手上，否则姐姐只能卖身还债了。张天珠，
天珠终于可以觉醒下一进度，全部炼化。掌天珠觉醒进度30%，空间增加1倍，觉醒新功能演武，可消耗一定灵石进行武学推演。当前时间流速1比100。演武台，推演武学。检测到武技霸枪100灵石1刻钟，是否推演？推演。霸枪，强者百兵之霸也。其势若崩山，其疾如裂帛。霸枪第一式，摧城。好霸道的力量！好宝贝，这道冰魂相当于数月苦修。霸枪第二式，封山。来得好！采药3层，灵石耗尽，丹药吃光。陈俊昌，采药8层。可以一战。一川，我的好侄儿，想不到你没死，当大伯的可是挂念的紧啊。这位当今大夏镇北王是应我之邀前来观礼的，一川师弟，你不会有意见吧？好侄儿，你还是这么不自量力，一个废体，竟也配觊觎真传之位？镇北王，这是我孤竹峰的家事，既然只是观礼，还请坐到自己位置上去。等会儿你会死得很难看。这位镇北王说了，杀了你可以允我一桩大造化。你还真是我的贵人。我的好堂弟，等会儿可以选择跪地求饶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陈真传说不定会给你留个全尸。我的承诺仍然算数。你现在投降，我可以保你性命。你觉得我一定会输吗？绝无胜算。孤竹峰内门弟子一川，请战真禅陈俊畅，生死有命，请峰主成全。云，一川，你当真是自不量力，生死有命，可怜等会儿就算我打死你，也没人敢给你收尸。要战便战！找死！
父亲，这是丈六金身，陈俊畅的金身绝不是那个小畜生能破的。破的就是你的风金身！切饶我！你竟能破我金身！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。地药筑基，武道真意，不是说他只是玄药筑基吗？那个小畜生仙骨早被挖了，怎么可能在1个月内修到采药3层，还修成了一门圆满武技？这是风回峰的独门武技霸枪。邓真传，你真要与我镇北王府大竹峰和无双会过不去吗？如果我说我半月前才把武技给他，你会相信吗？一川，你真是给我好大的惊喜，可惜你境界太低。如果再给你几年，这真传之位说不定真要易主。宗主，一川采药3层能和陈真传搏斗这么久，已经展示天资了，快让他们停下，打下去，一川会被打死的。这是真传大选，岂是儿戏？而且，你以为地药筑基、武道真意就是这小子的全部底牌了吗？以身为主，几千年了，想不到真有人可以修成。小畜生，现在知道差劲了吧？想逃，晚了，给我死！霸枪九式，500万！败了，我还有底牌没用，圣子，镇北王府给我的法宝我还没用，只要我用一剑，你就必死无疑。可惜你没有机会。一川暗箭偷袭，今日大度作废。我提议，等陈真传休养伤养后，择日再战。遵圣子令，一川戕害同门，罪大恶极，不配承袭真传之位。孤竹峰仍定陈俊畅为真传，一川即刻羁押至朝阳峰圣殿，听候发落。圣子，无双会在秘境追杀我时，他怎么不出来主持公道？你伊藤挖我仙骨，一江辰夺我镇北王府时，他怎么不主持公道？现在想拿规矩压我，晚了！大胆一川，你敢忤逆圣子！看我敢不敢！一川，我错了，真传之位我不要了，求你别杀我，我不想死。如果今天输的是我，你会放过我吗？一川，你这畜生，竟敢忤逆圣子，杀害同门！今日我就替青云门清理门户。我孤竹峰的家事，还轮不到你大竹峰的插手。滚！即日起，一川便是我孤竹峰真传。你是我老道的关门弟子，谁若敢以大欺小，先问过贫道答不答应？难道孤竹峰连圣子令也不放在眼里吗？等叶凡当上宗主再说。至于现在，
一枚令牌还吓不住老头子。走。恭喜，恭喜义川师弟即位真传，多谢2位真传。你确实很让我意外，但你不该得罪圣子。圣子叶凡，比起义藤和义江辰，恐怖100倍。想不到你小子真的能赢，回去休息一下，1周后进行真传即位大典。拜见义真传。师姐，送我回去。师姐，我昏睡多久了？3天。3天吗？师姐扶我起来。这些都是各峰长老和执事这几天送来的礼物，还有峰回峰、小竹峰同样送来了贺礼。师姐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啊，好。义真传好，义真传好。义江辰呢？啊，你说镇北王吗？他前天就下山了，听说走的时候面色老青了。我成了真传，一些人自然会睡不好觉，但是我想对付这些人，一个真传的身份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义真传好。怎么在外事堂的人都不像我孤竹峰的面孔？自从圣子叶凡回来合并了青松会之后，整个孤竹峰的弟子事务全部都由无双会接管，原先孤竹峰的弟子全部都被撤下来了。这是圣子叶凡亲自委任的，而且之前陈俊畅真传也答应了。但现在孤竹峰的真传是我。你还想去逛哪里吗？不了，我要回去养伤。马上真传即位大典，有些人不会眼睁睁看着我成为真传的。张天柱，自有孤竹峰弟子义川德才兼备，天资卓越，且心智坚韧，今封为青云孤竹真传，望戒骄戒躁，努力修行，早日得窥大道。大竹峰真传一层传圣子令。遵圣子令，孤竹峰一川修为尚可，来日可期，特封为无双会执事，享每月200灵石供奉。一川，过来接旨。每月200灵石，内门弟子每月都100灵石了，这不是在侮辱人？大胆，竟敢妄议圣子！这是孤竹峰。无双会和前真传陈俊畅签过协议，只有义真传你接任无双会执事，才能插手孤竹峰弟子事务。哼，陈俊畅签的协议与我何干？表弟是打算抗圣子令。即日起，孤竹峰成立义盟，一切弟子事务皆由义盟管理。
无双会的人限1天内全部离开孤竹峰，否则不要怪我门规无情。表弟，不要以为打败一个陈俊秀可以放肆，我现在翻手就能杀你。要战，出手便是。我的仙骨加上顶尖天药，一腾，你不要让我失望。表弟，你当真不接圣子令吗？想染指孤竹峰，让圣子叶凡亲自来。一个海少3层蝼蚁一样的存在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圣子叶凡！以下犯上，按青云门规当罚。叶凡，当着老头子的面动我的弟子，你太放肆了！给我破！易川现在是我的徒弟，叶凡，你毕竟只是先天，真要跟老头子我拼命不成？易川障害同门，坏我无双会外门弟子根基。李峰主，你要包庇他吗？一群歪瓜裂枣而已，根基坏就坏了。好，很好。李峰主，你是前辈，今日我就卖你一个面子。等我突破先天之上，必会再来和李峰主讨教。今天可是表弟你的真传即位大典，怎么搞得如此狼狈？唉，表哥我真是颇为惋惜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错不错，既然可以接住叶凡一直没有跪倒，总算没有丢贫道的脸。师尊，圣子叶凡到底是什么境界？小子，你那个表哥易腾虽然融合了仙骨，服了天药，但你总归还有点希望追上他。至于圣子叶凡，我平生见过无数天骄至尊，但唯独只有叶凡可以称得上一句旷古绝世。他的对手早已不是同龄同境之人了。为了你得罪这个家伙，老夫这次可是亏大了。收拾好之后，到剑阁找我。圣子叶凡，旷古绝世。虽然我收你做了徒弟，但似乎除了功法之外，我还什么好处都没有给你。师父传我的以身为种，已经够我受用无穷。那倒也是，不过除此之外，你作为我孤竹峰真传，对于咱们自家的家底还是要了解清楚的。青云7峰每一峰都有福地，比如大竹峰的镜花水月，龙首峰的雷池，峰回峰的药源，小竹峰的刀种，而我孤竹峰拥有的便是这座剑塔。跟我进来。这是一部剑法。7峰之中，大竹峰重淬体，峰回峰善草木，
龙首峰研究雷法，朝阳峰精剑法。但他们不知的是，100年前我孤竹峰的剑法可是能压过朝阳峰的。可惜的是，100年来我孤竹峰真传都太不争气。陈俊畅的废物跑去修了大竹峰的炼体法，你这小子倒好，也修的什么枪法？如你所见，剑塔分为9层，塔身嵌有1800把残剑，便藏有1800部剑法，玄妙无穷。而在9层之上，更有一门来头极其恐怖的杀伐大术。可惜的是，陈俊畅当年也只走到了第2层，往前数几百年里，能走到第9层的只有1人。陈俊畅的药筑基，丈六金身大成，连他都只能走到第2层，走到第9层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他就是当今圣子，10年前还是朝阳峰真传的叶凡。叶凡。那时候他才刚刚踏入采药境，但仅仅只用了半年时间，就悟尽剑塔1800法，登上第9层，掌握了那门杀伐大术。叶凡，可怜可叹，我孤竹峰的最强杀伐大术空悬100年，竟被一个外人学了去。这座宝库，老头子我交给你了，能取多少？就看你筑基的造化。往后这剑塔就交给你来管，你什么时候来，想让谁来，都是你的权利。按照宗门规矩，晋升真传2月之内要完成3项乙级任务。还有，走到剑塔第6层之前，没什么事不要来烦贫道。叶凡能悟到第9层，我一传照样可以。上天珠！检测到5季6日剑法，30灵石推演1刻钟，是否开始推演？推演。一传，掌天珠。检测到5季火蛇剑法，30灵石推演1刻钟，是否开始推演？推演。真传，你总算出来了。外事堂那边，一些长老和执事都在催促你执行任务了。好。外事堂那里，无双会的人撤得如何了？黄巧和柯妍儿师姐仗着有圣子封妖，迟迟不肯归还外事堂，已经和我们一盟的人起了不少冲突了。你没有把我的意思传达给他们吗？我说了，他们原本是要搬的，但是整整1个月你都没有露面，他们觉得你是怕了伊藤和圣子，所以又不肯走了。我怕伊藤和圣子。内门弟子每月可领灵石100，但现在宗门资金紧张，只有30。资金紧张？哪里紧张了？你们无双会的人不是每个月照样领200灵石？外事堂现在是无双会在管理，收些辛苦费怎么了？陈灿，你是对无双会不满吗？可这里是孤竹峰，按理来说外事堂应该由孤竹峰弟子接管。连易川都不敢和圣子与伊藤真禅作对，
1个月连头都不敢露，你想当出头鸟吗？陈灿顶撞无双会，亵渎圣子，这月灵石全部罚没。谁说我怕圣子和伊藤的？我在1月前就说过，无双会弟子1天内退出孤竹峰，为什么还有人逗留？无双会早与孤竹峰签约，接管一切弟子事务。我有圣子令，为何要搬？没错，一川，你若是一意孤行，会给整个孤竹峰带来灭顶之灾。祭剑真传，为何不拜？你以为我还是在外门大比被你拿捏之人吗？滚，或者死！我知道了，无双会的人会马上退出孤竹峰。从今以后，外食堂由一盟宋灵接管，所有弟子事务、月俸股给全由他来安排。师姐，现在孤竹峰有哪些一级任务？都在这里了，共有16件。真传，你想接哪些？醉鬼，你说这小子1个月在剑塔中悟了多少剑法？30，这小子果然古怪，资质明明一塌糊涂，但无论是修炼真灵九转还是其他功法武术速度，都远超常人。不，是300。什么？1月悟透300剑法，岂不是跟10年前的圣子叶凡差不多了？比起叶凡，还是差了点儿。贫道我孑然一身大半辈子，谁想到临了收了这么一个怪胎。这么一个宝贝疙瘩，你就真放心让他下山？要知道，县县大夏、镇北王府、大研平西侯府，还有大竹峰和无双会，都恨不得他死。若因害怕，便在山上一直当缩头乌龟，那他就不是一川。我当初也不会收他为徒。叶凡最多2年就要突破先天之上，被引渡去那个世界。届时圣子之位空悬，七风真传之间必是一场腥风血雨。他想追上拥有仙骨和天药的伊藤，追上那个池梦月，就注定不能在山上枯坐。剑道可不是坐着悟出来的。贵宾驾到。原来是义真传到了，怎么在门口站着？外人看见还以为我千宝阁怠慢了您呢。得意什么？一个真传而已，还得罪了青云圣子，谁知道活不活得过下个月？义真传这次当真是给了姐姐天大的面子，让姐姐都有些受宠若惊了。里面是新近成熟的灵药，价值约12000灵石，应该能抵你上次赊弃的灵兵。我要再进购一批灵药幼苗，玄药幼苗最好。除此之外，还想购买一部练习功法，并且贷款5万灵石，可以安排吗？那是自然，以孤竹峰真传的身份，别说5万，就是50万。也不过是几道手续的事情。5万灵石，100株清玄果幼苗，还有功法都在这里了。一真传不妨点一点。不用了，我信你。
我已经吩咐过，往后孤竹峰大小物资采购，还有弟子岳凤，都走你这里。对接的人叫宋玲。一峰的物资采购，这可是天大的油水，只有阁里的副阁主才能拿到。弟弟，你竟然帮助我的人，我不会亏待。姐姐，我这次算是赌对了。你比我预料的要早2个时辰。弟子一川见过师傅。再往前，就出了青云门的地界，为师可就护不住你了。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想让你死在这次任务上？他们的行事手段可不会太光彩。徒儿知道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。尽量1月内回山，不要错过了2月后的瑶池法会。弟子一川谨遵师傅教诲。弟子远行，师傅总不能让你太寒酸。剑鸣南冥，上品灵兵，未成先天之前，我仗之纵横江湖。现在传给你，总不算埋没了这宝贝。去吧，该让世人看看我醉道人的徒弟是何等风采。好剑！江辰，你给句实话，最近青云门声名鹊起的那个孤珠峰真传，到底是不是大房的川儿？那是大哥唯一的血脉，如果真是川儿，理应接回宗祠。八弟，川儿当时什么情况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仙骨被挖，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两说，怎么可能在短短半年内成为青云门的真传？还不是你们这一脉做事太狠太毒，不然我镇北王府的麒麟儿何至于落得个生死不知的下场？八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易川绝对不是川儿，而且最好不是。当年毒杀他母亲，勾结南蛮，在座的几位长老也有份。如果他真是川儿，你觉得他是会回归宗祠，还是会疯狂报复？如今腾儿身怀仙骨，又得大竹峰峰主赐下金身叶，天资根骨直追当年的圣子叶凡，他才是我一家唯一的麒麟儿，将会带领我一家走向前所未有的鼎盛。话虽如此，但还是应该给大房一点机会，找到这个孤竹峰真传。如果真是大房血脉，可以既往不咎，开恩将其收入宗祠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易川那个小畜生现在就在大夏境内，他灭了南蛮2支兵马，又剿了泾河妖蛇，这么大的动静，你们竟然找不到他！王爷饶命，此人太过谨慎狡猾，而且极为熟悉我们的追踪之法，实在是难以确定方位。确定不了就不要回来。你家里的老小，我镇北府也就没有供养的必要了。王爷，易川，易川怎么了？不是让你滚去找他的下落吗？不是啊，王爷，易川找到了。哦，在哪儿？易川正在往王府赶来，明天就到。如今易腾堂兄已是青云门一峰真传，是我易家的麒麟子，他我易家争取到了8个外门弟子名额，但只有真正的天骄才能入他麾下。今日宗族大比，前3者可入王府宝库，择一地要筑基。比试现在开始。易家麒麟子，1年前
也有个孩子被这样称呼过。八弟，这个时候还说这些扫兴的话做甚？哼，宝库里的地药有多少是大哥当年在战场上拼杀抢来的？本来可都是留给川儿的。既然入了王府宝库，那便是宗族财产，岂能说是留给谁？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回八长老，是一川少爷，他回来了。啊！什么？小畜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在找死！我是青云门真传，孤竹峰峰主唯一亲传弟子。镇北王，你敢明目张胆的杀我吗？你现在回来是想讨个公道，还是想摇尾乞怜，回归宗子？公道我自己会讨。至于这个易家，当你们父子挖我仙骨，毒杀我母，而他们却袖手旁观时，我与这人便再无血缘情分。川儿，你父亲和你母亲的事情，我和老八是事后才知晓。那你们现在知道了不是吗？而且凶手现在可就站在大长老的旁边。我这次回来，只是为了拿回一些东西，一些我父亲留给我的东西。易川，你大逆不道，顶撞王爷和族老，还有何面目自称一家子孙？都说你九气合一，曾在炼气境无敌，我今天便要替义藤堂兄好好教训你这个废物！炼气无敌，我在采药境一样。以川，你敢闯我王府，伤我府中之人，今日我便替孤竹峰峰主好好管教你这个孽障！先天。不，你不会凌空飞行，你只是半步先天。教训你足够了。江辰，不可！川儿只有采药4情。阿弟，这是王爷在指教侄儿，你我就不要插手了吧。三哥，指教，好一个不要脸的老狗，也配对我指手画脚？怎么可能？江辰只差临门一脚便是真正的先天，易川竟然能在他手下维持不败。越一阶不败是天才，越3阶便是少年至尊，他这可是足足越了5阶。这个易川怎么比挖谷之前更加恐怖？好侄儿，什么时候学了这身本事？大伯这次可不会再留手了。谢谢大伯，送我一程。不好，快追！这小畜生往宝库方向去了。易川，养巫石你可以带走，但那猪养魂花绝对不行。这不仅是地药，还是老祖续命之物，是你父亲当年从战场带回献给老祖的。我父亲被易江辰勾结南蛮害死时，怎么不见老祖出面？我仙骨被挖时，怎么不见他出来主持家法？他不配用我父亲的东西。易川，你敢！大哥，不要，那是大房唯一的血脉了。
这一掌我记下了，但你杀不了我，也不敢杀我。等我再次回府之日，就是彻底清算挖骨之恨、父母血仇之时。易江辰，从今天起，往后的每一天，我都要你活在恐惧之中。小畜生已经被大长老打成重伤，立刻联系大燕王朝平西侯府，联系伊藤少爷，再传令下去，悬赏江湖上的先天高手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，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到青云门。江辰，那是你大哥唯一的独苗啊！你怎么……老八，从他踏出王府的那一刻起，易川就已经不再是我镇北王府的人了。如果当初我们的选择是错的，那也只能一直错下去。